这水下似乎有什么在吸引着我。这里果然是一处宝地。前面的温度估计已经接近绝对0度了。这里的冰似乎连灵魂都能够冻结。你一定要小心。这万载玄冰水，我至少先要吸收一半。你说什么，冰冰？好神奇！你恢复记忆了。在这固化魂力中融入精神力呢？这魂力漏斗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磁场，而且已经开始影响到周围空间。论体积，已经与地天体内的一个小黑洞差不多了，但纯度差了很多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是无法将这魂力漏斗收入体内的。这股高度压缩的魂力随时会爆炸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必须找个空旷无人的地方。周围方圆数千平方米的天地元力都在朝着这里汇聚过来，太神奇了！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法则？有失控了，不能再近距离观察了。怎么回事？是敌袭吗？不知道，同学们还没消息。爆炸威力这么强，这还只是个未完成品。霍雨浩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去外面透透气。透个气要这么长时间？今天的夜色真美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在帐篷内的？我有事路过，就顺便过来看你一眼。你既然没事了，明天我们就回学院吧。终于可以回到史莱克城了。诸位，史莱克的诸位，前线战事焦灼，元帅和99公主都抽不开身。但是元帅向陛下申请的赏赐，尤其霍小友的绝味册封已经在路上了，还请稍待几日。完成册封后，元帅会亲自设宴为诸位送行。我不需要任何赏赐。白虎公爵和皇帝陛下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大家青山不改，后会有期。啊？连爵位都不要吗？飞了3个时辰了，大家先休息一下吧。霍雨浩，我要吃烤鱼。他怎么心事重重的？烤鱼好了，大家可以吃了。我不饿，修炼完再吃。小师弟，你这么努力，还让不让我们活啊？好香啊！楠楠姐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烤鱼和上次有什么不同？好像少了些什么。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啊，还是那么的美味。我明白了，确实是少了些什么，不过不是我们的，而是你的烤鱼。三师兄，你们先回唐门吧，我去趟海神阁，有事向玄老请教。唐老师好，霍学长好。回家的感觉真好。我要去玄老那里，在此别过。
韩武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关注他？你不能再这样了。老师，我回来了。这次出去，我竟然见到了叶溪水前辈。他现在已经是日月帝国的死神斗罗了。老师，您听得到我说话吗？穆老是没有办法回应你的。受潮时，他释放能量导致灵魂受损，现在只能在黄金树内温养。大陆局面突然变得如此不堪，没想到日月帝国隐藏的竟然如此之深。叶溪水，他果然还活着，只是他与龙逍遥一起站在了日月帝国这边，是我不曾料到的。2名99级极限斗罗，足以撼动整座大陆的局势了。毒不死前辈不是也已经突破了吗？也许毒老怪在日月帝国的突袭中伤了本源，加上本体宗年轻一代损失殆尽，心气大跌，很难再与龙逍遥及叶溪水争锋了。天魂帝国经过这次偷袭，元气大伤，恐怕也再难有一战之力了。玄老，那我们能否召集一些隐士宗门，一起对抗日月帝国呢？毕竟，咱们原属斗罗大陆3国，如果被日月帝国侵占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已经在做了，很多宗门都积极响应，但在日月帝国最先进的魂导武器面前，这股抵抗力量还是太弱小了。玄老，有件事我想向您请教。此前在明斗山脉，我与叶溪水对上的时候，引动逆灵召唤帝天附体，帝天将力量通过空间之力注入到我的身体中，借助我的身体降临。那时我发现帝天的魂力运转与我完全不同，仿佛一个个黑洞相连，其间蕴含着极为恐怖的空间之力。学院教授的知识止步于魂斗罗，到了封号斗罗后，魂力的变化没有讲过。帝天那样的黑洞魂力，是极限斗罗所独有的吗？虽然都是极限斗罗级别，但帝天明显要比叶溪水更强。如果叶溪水不动用死神塔魂导器，他不是帝天的对手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接触到了这个层面。你的判断没错，魂师的魂力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后，就会由原本的液态向固态转化。完成固态转化后，就会陷入修炼瓶颈。这个瓶颈对于绝大多数魂师来说都是很难逾越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固态化的魂力是不能流动的，因此很多封号斗罗在完成魂力固化后，修为就再难寸进了。但是魂力固化又是冲击封号斗罗的基础，固化后的魂力会沉浸在丹田之中，名为魂核。魂核不断旋转，吸收外界魂力，供魂师使用。所以帝天之所以强大，就是因为他的魂核还能继续流动。思路没有问题，不过帝天的手段更为高超。这就是帝天体内魂力情况的原理，以自身魂力为引，引起空间塌陷，构成一个能够无尽吞噬天地元力的黑洞。这样的黑洞魂力需要强大的精神力进行控制，我只能维持一时，而帝天却能将其保持常态。这就是我与帝天的差距。保持常态？那帝天的精神力消耗岂非极其巨大？不是的，它凝聚了第二魂核，2大魂核相辅相成，形成了稳定的平衡。第二魂核，凡极限斗罗都凝聚了第二魂核。穆老、叶溪水
龙逍遥，包括独不死都是如此。不过他们凝聚的第二魂核都比第一魂核小很多，唯独帝天的第二魂核与第一魂核实力相当，所以他远比一般极限斗罗更加强大。他的实力早已无限接近神奇。神奇！玉浩，你是双生武魂，成就极限斗罗要比我们容易很多。在你突破封号斗罗的时候，一定要争取同时成就双魂核。你的精神力远超同级别魂师，甚至可以媲美封号斗罗。届时，精神力就是你的第二魂核。玄老，那我要是在现阶段就成就魂核，会出现怎样的情况？那么你的修炼速度会大幅提升，因为魂核对天地元力的吸收速度是冥想修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。可是，当你达到90级的时候，冲击封号斗罗的难度也将会史无前例的高，因为第一魂核会对凝聚第二魂核形成巨大的吸扯力。这可是很多98级超级斗罗冲击99级极限斗罗时都感到束手无策的难题。玄老，我想试试。好，老夫亲自为你护法。很好，继续，让我看看你最终能做到什么程度。压缩，再压缩，旋转，再旋转。固态魂力已经超过我体内魂力总量的半数了。我的魂力在急剧流失，5成、6成、7成。强烈的魂力波动，有人在冲击超级斗罗。魂力波动的核心在玄老房间，既然有玄老护法，应该不必担心。我们且在这里观察一阵。奇怪，那会是谁在冲击超级斗罗呢？难道是他？8成，魂力被吞噬超过8成了。宇浩，坚持住！你的固态魂力已经属性化了，如果在现在这个级别就能构建魂核长弓，你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89级。虽然冲击封号斗罗会很难，但这也是你的机缘，坚持住！宇浩到达极限了，不得已，以我的魂力禁锢住宇浩的固态魂力，再将其送入高空引爆，应该不会有太大危险。只是宇浩要虚弱几天才能恢复过来。那是什么？生命反射之恶！天梦阁，继续，有我呢。天梦，你再将你的本源之力汇入宇浩体内，这样的话，一旦宇浩冲击成神失败，寿终正寝的时候，你也会一起死的。当我选择宇浩的时候，就已经决定与他同生共死了。
玉浩此时的魂力与精神力都已逼近极限，但我更不能在这个时候打断玉浩，否则他会受到极大的反噬。来吧，穿梭吧！灵魂仿佛都要被吸摄进去了似的。那黑洞漩涡中有着无尽的黑暗，有着无尽的未知，却与我紧密相连。这就是我的魂核吗？